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来助力的喜临门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8年，累计守护亿万家庭。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超丝滑的德芙赞助播出。本节目由31年销量领先、再创耐用新纪录的南孚电池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8年，累计守护亿万家庭。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特约播出。下面让我们欢迎火星情报局副局长登场。谢谢各位，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哇，好热闹啊！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了。是的，本期火星会议呢开到了第4期了，第4期了，如胶似漆嘛，是不是？但是非常开心啊，因为我们这个脱口秀的朋友们啊，他们就只会脱口秀吗？他们不仅会脱口秀，他们还会玩手机啊，他们有很多的才华还没有展示完呢。所以说我希望脱口秀的朋友们永远在，好不好？赶快介绍我们的今天的脱口秀厂牌新的朋友们啦 ，Come on！ 哎，来吧，有请啊，今年是咱们最成功的跨界脱口秀演员严和祥。大家好，我是严和祥，我今年打卡了很多喜剧综艺，我今年终于打到火星来了，谢谢大家。那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来是作为脱口秀演员呢，还是相声演员？我今天是作为脱口秀演员，但我后面会代表相声演员再来一次。哎呦，你看，厂牌来了，厂牌来了，德云社厂牌，德云社要来了，哇！咱们这儿一般第2次半价啊！咱们已经穷到这种地步了是吗？所以就是期待德云社厂牌的到来，好不好？好，再次欢迎杨老师。好，行，那我们火星厂牌这一次呢也是啊，哎呀，吊锤啊，吊锤，吊锤，吊锤，哎。我们火星厂牌快要撑不住了，是不是？没事，我觉得就是没关系。我们火星厂牌还是之前那些人哈，哎，这些都是之前路过火星的，所以今天要继续加油，好不好？好。本期火星在场的每位特工都必须提一个，我发现要有梗又要好玩，还要有意义了。观众投票选出我们最后的王牌特工。而且今天呢，我们都是这样的，因为每一次呢，大家表现得好，我们要喜上加喜。大家看见没有？谁说得好，我们就给他加个垫子，好不好？哎，然后希望他越垫越高，位置越来越高。但咱就是说，您要是万一没发挥好，或者观众朋友没听明白，但是我们要给您台阶下，这是个有爱的节目，这就是我们的台阶，哎，台阶啊。谁要是说垮了，就从给自个儿下个台阶，好不好？哎，很好，很好，太棒了，想得很周到啊！来了，那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4次会议正式开始。嘿，按照我们的惯例，今天第一个提案的，如果没猜错的话，又是我们的刘维副局长。我发现丘比特最难当。丘比特大家都当过吗？没有，我们是人。哎，其实介绍对象这件事儿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你喜欢，对方不见得喜欢，但是有的时候吧，对方喜欢，你不一定喜欢啊。那还介绍他干嘛？
但是我就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丘比特。天啊！其实我之前录过一个节目，叫做最美的时光。当时那个节目里有吴尊带着爸爸，然后我带着妈妈，还有那个郭碧婷带着爸爸，还有向佐带着向太。为什么不说向佐带着妈妈？为什么？因为他的妈妈很有名，向太，向太。那吴尊的爸爸是尊吧？尊吧，但是那个时候呢，郭碧婷和向佐两个人还没有走到一起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呢一向都是妇女之友，所以我一去了之后就占据了郭碧婷的心，郭碧婷就爱跟我玩，然后每天都跟我唠嗑掏心窝，然后呢我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向太每次对别人笑，但是他一看到我的时候他就会，就是每次向太看到别人都是那种9块9上车，没有。但是向太每次看到我了之后，刘威来了，然后向太就会，哎呀，哦，我知道了，他怕你跟郭宗林，没必要跟郭宗林吧？他怕你跟郭碧婷，他怕你跟郭碧婷在一起，对，他得多没眼力见呀！我告诉你，向太就是因为太清楚了，因为吴尊结婚了。我在这个节目里是唯一一个黄金单身汉最抢手，最近黄金掉价啊！来，黄金跌了，黄金当爹了，这。所以当时向太其实当时对我有一点点就是那个畏惧心，但是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可是你也知道我这个情商很高的，我在缺这个节目，你以为我最爱的是郭碧婷吗？哎，我最爱的就是向太，向太。来，打死这样打你！所以我那一刻我觉得谁都可以不开心。向太不能不开心，于是我们当时有一趴是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对彼此说祝福话，然后很多人都是说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只有我当时想了一招，我直接就对向佐和向太说：新年好，我希望我的佐哥可以找到自己的真爱，我希望向太可以找到自己的儿媳妇儿，我也希望我可以早日多一个嫂子。原来这段姻缘是你撮合的，真的是我撮合的。哇哦！当时向太就觉得我是一个完全就是没有威胁性，而且很爱我。然后当时向太就把我纳入麾下。哦，那不错，就让我认她当干妈。然后从此我就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向维。所以说，我觉得感情当中啊，就是应该怎么样呢？轻轻碰，慢慢浓。哎。这个名字，轻轻碰，慢慢浓。我听起来像首歌啊。我发现，刘维11月28号全平台会发一首新歌，叫做《轻轻碰，慢慢浓》。一定的，一定会听。好听。哇，好开心啊！老薛有没有帮人当丘比特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在留学的时候嘛，因为我跟一个也是上海的男孩子，两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屋子里，这个很难说吗？一个屋子，是在一个屋子，反正房间不是很大的。然后还有一个男孩子也是上海人，然后呢，我就给他介绍女朋友了啊。对，同时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中国的女生，然后我觉得他们俩很搭，然后我就撮合他们俩在一起啊。但是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是留学生，我们彼此都没有地方住的。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话，我去哪里？然后搞笑了，因为我介绍的嘛，那个女生就住进来房间是同一个房间，然后就变成呢，我们这个房间是3个床，就挤一挤可以挤进去，然后空间已经很小了，然后中间只有一个床头柜，3个床就这样平铺了，对吧？像那种青旅那种感觉。对，但是我们不可能再有多的钱去外面住，不可能了。他们俩就睡在中间。我睡在两边，你知道住了大概有1、2个月还多啊！他们俩就一开始就悄悄话，啥，你爱不爱我？爱你，要不然咱们明天去买个帘子吧。买个帘子，他想把我们隔开一点。
睡在中间要买2条帘子，我就旁边接话了，你可以睡最旁边去，买1条就够了，就很尴尬，你知道吗？总的来说，我认为丘比特就是让彼此认识了就行了，具体未来怎么发展都是各自的课题。如果你们一旦把它弄得很紧密，感觉你会背负很多的责任在身上。对对对，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个儿的爱啊，能够永远去相爱。好了。下一位就黄子来，好不好？好，那就直接来吧。我发现，我总是被人发现。啊，你总是被人发现？星探吗？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这个人从小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是偷感很重。你偷的东西主要是什么？是东西还是人类还是什么？偷感。老薛，你如果实在不明白的话，你看看我。明白了吗？明白了。现在的我啊，没有，大家也知道，就是当你在有些时候一不小心偷感的时候，你无意识的一些行为会被旁边的人发现以后，就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什么误会？那小的时候，当时有一次跟着我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去一个博物馆啊，因为小的时候嘛，很小嘛，很矮嘛，就差不多。得看，也不至于吧？哪有这么矮？那是什么？爸叫汤姆跟杰瑞是吗？就是有这么点儿吗？那不是小老鼠。在6、7岁的小学的时候，在爸妈腿旁边嘛。是。然后出去要人群的什么时候容易走丢，我就牵着妈妈的手嘛。那是。但是呢，因为我那会儿就是，其实我妈有的时候手懒得拉我就抓着她的包嘛，懒得拉你。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就是在逛博物馆呢，我看到有一个这种就是很吸引我眼光的东西，我凑过去看的时候手就松开了。那过一会儿下意识我就再把手抓回去嘛。对。这是因为我那会儿小的时候从小多动，我喜欢玩我妈那个包上拉链，我就玩，然后结果我那天我也在正常玩，拉开，但是这次拉开以后，歘，怎么说？有一个劲儿揣走了，我一抬头，一个陌生的阿姨跟她老公拉错了。然后他就眼神巨凶狠啊！我整人我慌了，我当时那么小，我说完了，这不是我妈妈，没事，赶紧叫妈妈，又喊妈妈，没有必要吧？要反应快，妈妈。哎，他们的反应更快哈，他们反应太快了。我那会儿反应没有那么快，真的年太小了，然后很慌，我还没反应过来，那阿姨就大喊着：“喂，你在干什么？”天哪！我就感受到，然后就所有的眼神都看过来，场景很吓人。我就听到他们有人在议论说：“哎，谁家小孩呢？这么小偷东西，那是撒娇的。”当时天哪！我一下我就陷入了一个特别紧张，然后就是鬼鬼祟祟、偷感很重的样子。然后那会儿，假设我要解释，我说是这样的，叔叔阿姨。我和我的父亲母亲角度再高一点，也很矮。今日来到博物馆，我呢在看这个博物馆的同时，看到一个很精致的东西，我凑了上去看，然后回过来，我以为拉的是我妈妈的包。这段一定快进了。对。同时呢，我妈妈平时的包，我喜欢玩她的拉链，于是我在这个时候不小心拉开了您的拉链。如果我这么说，您信吗？不信。呸！真的，我要是这么说完，我感觉他马上就是一个耳朵，小骗子，反应还挺快。太紧张了，太慌了，于是我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什么决定？因为下意识，其实我就想离开那，我就转身我就跑了。跑了？你在博物馆边跑边推文物，砰！最后家里赔了800多万。有毛病啊！没有必要，他很矮，他够不到。但我只是这么一跑，我的行为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个小偷，对，做贼心虚，对，确实有这种，就被误会了嘛。那所以说，然后我接下来这一跑啊，就跑了10几年，来到了我的大学时光。等一下，这个转折，等一下，这个转折。但我问一下，从博物馆回来，跟爸爸妈妈也没有再联系上？没有再联系过，丢了是不？失联？有联系。但我到现在一直记得这个画面。好认真的回答，有联系。完了以后回来，然后就上大学。那我相信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比较有共鸣。什么共鸣？就是你们呢在一家超市买的水，然后你带到另一个超市去，你是不是担心人家会以为？对吧？对，是。其实不是担心人家，你内心会有一种感觉，哎呦，你不要误会我。没错，这个感觉有的。是的，我一般先喝半瓶，进去之前还柜台那个店员还这样。
先给他看一下啊，对，但是桶装水呢那种，也先喝半桶，然后有病啊！我拿桶装水去逛超市啊，对不起啊。当时是我跟朋友跟同学打完球，然后我就带了2瓶水嘛，就帮他买。然后路过另外一个超市的时候，我寻思再买点吃的嘛，有点饿。我进去以后，我就随便我把水往这一夹，我就开始逛。哎，我开始逛，我看到有吃的，我说哎这边吃的不错，过来一看，哎，这个货架上这排水。跟我这儿嘎吱窝下夹这俩东西很像，一模一样啊！人家超市也有。那个时候我又马上陷入了一个非常我小时候的恐慌状态。哎呀，鬼鬼祟祟，偷感很重啊！我一瞬间，我当时慌了，我说完了，左右看，貌似一代神经病。为什么呀？李揣，为什么呀？怎么回事？因为当时就紧张了嘛，因为我一紧张那个时候我就没法，又是错误决定。是的，哗，我往兜里一揣嘛，哎呀妈呀，假装淡定的，买点吃的，拿手里啊，啪。往那个收银柜台一丢啊，问结账，结果那个店员他就看着我，他就说：“水拿出来吧，我这儿有监控。”完了，我没拿呀，那你兜里是啥？水啊！然后我当时我就没法跟他解释啊。那下午假设我要是真的解释的话，我说是这样的，我呢下午和我的同学打完球，我在隔壁的超市买了2瓶水放进兜里，快点快点。进来以后随便本来想溜达的时候，看见有相同的水，于是呢，我害怕引起您的误会，把它顺便放在了口袋里，向您结账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尴尬情况，您信吗？我当时，如果我要是这么说的话，其实结果就只有一个，他上来啪一个耳光，大骗子，反应还挺快。call back 了 ，call back 了。对啊，其实说句实话，我是可以把这个事解释清楚的，我是可以花这个时间的。但是我回头看向整个商店，后面还有排队的，还有好多人，又看向你了。他们就是都是这样子，然后你还能买？博物馆就是你。对，别装了。三星堆那根柱子就是你偷的，哼。三星堆少了一堆。谁这样？没有，所以说我没办法嘛。然后当时呢，我只想把这件事快点解决掉。对啊，我就直接把这2瓶水的钱给他了。你疯了！你这样反而是承认了。当时我还说，我说这钱我又不是给不起。但是我后面发现，我好像给他们的感觉，我还是一个要面子的骗子。还真是。真的，然后我就没办法嘛，我当时我就赶紧我抱着水，我闷着头，我啪我就冲出去。我寻思我说太尴尬了，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嘛，我就一头往前冲，直接跑进了对面马路的一个超市。我为了避免情景重演，拿着2瓶水出来，我就在那喊，我说这是我买的水啊，这是我买的水，往头上倒，啊就开始喊，这我买的。给他炫一个，就这样。其实我想说的是啥呢？就是如果大家真的遇到这种各种误会，还是建议大家当面解释清楚。是的，我们会的，因为真相会不会害怕麻烦的啊！如果你转身就跑，那麻烦可能真的就追上来了。因为说到这个偷感，我最有发言权。Look at me，Look at me 是什么意思啊 ？Look at me 啊！我就是都上过热搜的偷感艺人，超绝偷感杨迪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样子就是不偷都像贼。我其实不是很爱偷，我单纯就是眼睛小，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看旁边的东西，当然会转头看嘛，我都习惯。我就这么斜眼一看，必要有这个习惯吗？我懒得转头，看得到，奇怪，这个人看得到，看上去很猥琐，所以经常就让大家觉得我老是鬼鬼祟祟的样子。比如说我生活中去那种环球影城玩，有人看到我了，拍了张照片，人家以为我是人贩子，来，请看，是有一点哦。旁边牵着是我的外甥，主要是你的眼神，你总是斜眼看人。哎，我又没有转头，我就直接斜眼看。我就觉得生活中可能是没有做妆造什么的，但是工作中大家也觉得我偷感非常重。先给大家看张照片，超绝的氛围感，两个人感觉拍那种电影的画面，结果真正的原图是我被 P 掉了，你们看一下原图。你看这很像一个赶不上的助理。对，哎，你像是要去把他的拉链拉开。对，对，当时在楼上拍这张照片的那种粉丝啊，都说有人偷手机，小心！非常像我在跟踪他们。我跟你讲，身正不怕影子斜。虽然我长得这么偷，长得有这么有偷感，但是我真的没偷，我就不怕他们说。对，他说我就当笑话讲。
因为你们讲的其实不是偷，有很多时候是一种误会的感觉。是我小时候去那个泳池，这是大误会。我人生中第一次挨一个嘴巴，就是那个泳池，因为我不会游泳，然后我们家人告诉我带一个那个游泳镜，然后这样不就是能在底下瞎看吗？就是这样。等会儿，你到底是？你们在干嘛？喂，听我说，我们戴游泳镜不是为了瞎看，只是为了睁眼潜水。我带着游泳池那个镜子就到这儿了吗？不是，越来越翻，它就掉了。然后呢，我就找，然后这么着，因为我也不游泳，就这么着在这头找，然后找半天，再起来，然后刚一睁眼，一女的给我一大嘴巴，就为啥呀？因为我整个过程是一直追着她屁股的。我天哪！哦，那这个你没法解释。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他说，请问您相信吗？我呢是在找我的泳镜。对啊！哎呦喂，所以说有时候误会，对不对啊？我平时生活中偷感特别重，就是反正不属于你。为什么呢？因为平时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个像艺人的小朋友都不想被拍到的人一起出去带小朋友玩，因为小朋友很喜欢玩那种充气的那种大城堡里面很大的那种，对吧？对。然后我们爸爸妈妈那几个4、5个人，大概都是口罩帽子什么都戴好。就像忍者一样在旁边看着。哇！你们复仇者联盟。然后有的小朋友不是玩一半嘛看到我眼睛以后，对吧？我还害怕他会认出我，因为有很多其他小朋友嘛，我就会对他。因为小朋友就会跑嘛，但是旁边的那个保安就会觉得我们很奇怪，想偷小孩，以为我们是要偷小孩的。只要那个保安过来看，你们4个人干什么？他们要近距离一看以后，我们4个人对吧？我就不说谁了，我们就3。哎呀，哇，更想偷的！赶紧每个人到每个位置去。好了，1号爸爸，1号爸爸，你先看着他们啊，今天没问题啊。哎呀，我被盯了，3号爸爸上。好，被盯了。4号妈妈，你去2楼，往下看啊，看好安全吧。哇，你儿子踢我一脚，儿子，好，你死定了。就大概这个感觉，就平时我们偷感也会很重。哎呀。好了，聊这么久偷感，我觉得总而言之，不要真的偷都没事儿，因为我觉得偷感是一个很有趣的词儿，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把一个人的表情啊、一些肢体啊，当你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时候，反而说哎偷感，一下子玩感特别十足，对，很好玩。好嘞，行，第3个提案就是我们的新嘉宾严鹤翔先生来了。我发现，我跟他正相反，我发现。我需要被人发现。还需要被人发现？我需要被发现，是因为我说了20多年的相声，但有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我需要别人发现我是个相声演员。还需要吗？不需要啊，老师。那时候我跟郭麒麟录一档喜剧类综艺，我不说是哪个啊，反正也不是你们单位的，也不是你们单位的。还说到底哪个单位？哪个单位？这个综艺我今天终于能吐槽，太缺德了哎呦喂，就是这个喜剧综艺的导演，他外行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吧？他认为相声这门艺术，逗哏的是主演，捧哏的是助演和群演。所以在那个节目的那个大厅啊，挂着主演的照片，比如说挂着郭麒麟，然后挂着岳云鹏，然后并没有我跟孙越。上面写着司机啊。这我一般都不挂司机，你要理解人是主办单位。我并不纠结挂不挂我照片啊。等入场的时候出事儿了，我和郭麒麟穿上大褂以后，往那个场子里走，俩人，工作人员陪着，工作人员呢都有工作牌，只有我跟郭麒麟没有工作牌。然后往里走的时候呢，保安明显就犹豫了一下，他分辨一下有工作牌，一定是工作人员，咔放进去。郭麒麟一看这个照片也是放进去，到我这儿咔给我拦那儿了，没必要这么拦吧？哇，还挺美，还是这样的啊。然后我就拦这儿，他们都进去了，我也证明，我说我是相声演员。然后那保安一看我就是，照片没有你相声演员穿的跟郭麒麟一样，一看就是狂热的粉丝。我以为你买了郭麒麟同款。还有一次，我们德云社有一回龙子科招生，你们知道吧？知道。在线上招聘，我呢受单位的要求要来一场直播招生。我在外地一个酒店正在住着，赶巧了那天我一个朋友从外地给我寄了几箱宁波的那个酱青蟹，你们知道吗？一种宁波的美食，他给我寄了4、5箱，我就堆在我这个酒店的堆着一摞。
我临出门之前呢，我吃了几个，就把姜枪蟹放在这个桌子上了。然后晚上我就下楼去吃饭了。然后刚走到下饭馆的时候，酒店服务员大堂给我打电话，非常严肃地批评我：“您好，我们这么高档的酒店，您不能在房间里直播卖海鲜。”就是那些螃蟹们已经自己开始直播卖海鲜了。什么？今天我88一斤哦。好奇怪的笑话。然后我就百口莫辩，我电话里跟他说：“我说我是德云社，我招生说相声，我没有卖海鲜，我真的不是卖海鲜的。”然后那个服务员听了半天，反正您不能卖海鲜。嗨，您说说，嗨，您说说，别挨骂了这。然后我通过这个发现，其实当年吧，你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点小情绪，到后来你就发现，其实别人发不发现你不重要，只要你能愿意发现你自己就可以。哦，厉害厉害厉害，棒棒棒！这我给一个，来，厉害，必须得给您一个，您就在这儿坐着，您刚来，就这意思。哎呦我天啊！对对，哎，我补一个行吗？王子红凡补一个，来，谢谢，欢迎来，坐下啊。我没挡你们吧？您就坐在那儿，后边观众打你脑袋，挡我。哎，之前我去录那个，有一阵我跟我们那个阎鹤祥录吐槽大会，然后关系挺好的，特别熟，老见面一块儿弄。紧接着后来我就要去录那个《极限挑战》，我最开始不认识十团的那个严浩翔，对。然后最神的是在于人跟我说说那酒店好多门口好多人等着严浩翔，严浩翔，我以为等着阎鹤祥，我说阎鹤祥跟我一块上完节目，他咋这么火呀？他怎么现在这么红了？哎，是不是？我说郭麒麟也没有这么多人等着呀。然后，说到粉丝多，不得不提黄子弘凡。出道多年，我发现我的知名度还是一般啊。好。好，谢谢。杨迪老师，你知名度肯定是够的，那个吸引力不，主要是吸引力上。因为我们一块儿录节目，尤其是录何老师我们一块儿的节目，何老师都会组织大家吃饭什么的。然后我有个习惯，台里如果拍了车在下面等，根本你玩不开心，你总觉得有人等着你。我就习惯就是让师傅就回去了，然后有什么我就自己打车，我到哪儿都打车哈。然后我跟黄子弘凡我们又是住一个酒店，那次结束之后我说我打了车，我们一起走就好了。但是我忽略了黄子的一个吸引力、号召力啊！那会儿都已经晚上1点多了吧，下来之后，下面就有好几个女孩就在那拍，就开始怼上来拍，那种打着光杵在脸上，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就这种，杵在脸上。我在旁边跟着我说不好意思，妹妹们不好意思，让一让。哎，就没管我死活的，开班快乐，下班快乐。我说不好意思，让一让。结果那个师傅又停得特别远嘛，我们就要走很远去打车。我这走着突然之间说，妈呀！旁边是迪哥呀，我还以为哪个助理呢，因为我一直在那边拦。然后黄子当时也说不好意思，这个是我们私人行程，就不要再拍了，不要再跟了，谢谢，还是很有礼貌，大家就上车了。一上车，司机一看到那么多人打着光怎么上来了？没跑，他还停得很远嘛。他一看说，哦耶，这么晚了还这么多人，干什么嘞？完全不知道我们俩是谁，他以为20几个人都要上他的车。哦耶！结果就只我们俩上了，就开始往酒店走。我跟你讲，我当时还联系了工作人员，说我们已经上车回来。结果那天那个师傅可能觉得我们俩有问题吧，开特别快，嗡就到了。工作人员还没到酒店楼下接货。我觉得那些女生之间应该有互相那种，对，出发了，车牌号多少，哔哩吧啦。到了那边以后，师傅一停，我们不敢下车，因为酒店门口也有很多人在那边就在看是不是那个车，在那看。哦耶！那个师傅懵了，他说：“哦耶，没有这个必要吧？这些人不会也是要等你们的吧？”然后我们就这，我说师傅是，我说师傅稍等一下，我们等人下来接。1点多了，只有一台车嘛，那些所有的女孩子们、粉丝们就开始观察，梆，没有必要吧？植入大战僵尸啊！但是他们就是因为那个车玻璃两边的比较暗，他们要走到前面。梆，
我也死很久了吧？看就是有骚乱不太好嘛，我说皇子，要不要现在我们俩就开门直接冲，一个冲就行了。师傅听到我们说了，哦耶，我觉得你们走不掉喽。还好，最后工作人员下来以后，我们就顺利接上去了。整个反正司机也不知道我们是谁，他的粉丝也没认出我是谁。但是整个行为，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如果你喜欢哪个艺人，看他的作品，听他的歌，对吧？看他的演唱会最好。不然的话，司机也觉得很为难，会对你们哦耶。哎呀，说到这里，我再加一个故事好了哈。好了。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小朋友认识艺人的这个范畴，因为小朋友就是路人盘，未来的栋梁，对吧？如果哪个艺人，如果小朋友都能认识，说明他这个受众还是非常大啊。所以呢，我们火星情报局的一统的孩子认识我，认识我。哦耶！我就顺势一问，我说：“哎，你认识薛之谦吗？”那小弟说不认识，哪个班的？哎呀，哪个班的？他以为我问他同学。我也。终于在10岁的小朋友那儿赢了一把啊！注意要打通一统这方面啊。哎，苏木子，你也有是吗？我是这样，我前段时间正好去那个有一个路演在沈阳啊，然后去沈阳那个早市嘛，不是很有名，沈阳那个早市。然后呢很冷那天，我就穿了那个军大衣啊，然后裹了一个毛线帽，然后一个剧组的人一帮人浩浩荡荡就过去了，然后呢特别的热闹。然后呢一进去的时候，远处就直接有一个人向我招手，就特别热情啊。没有必要每一个人的气质都跟你一样吧？没有，就我以为认出来了，很热情，然后一路逛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就感觉到他一直在旁边，就很开心。哇，有忠实粉丝了。对啊，我包成这个样子还能认出来。最后他鼓起勇气过来说：“新仔老师特别喜欢你。”新仔啊，少爷和我那个。后来我说签个名，后来我又怕揭穿他。你签的刘波啊？我说我签松木子也不合适，人家觉得很难堪。我要签新仔，我又觉得很难受。冒充，你签的是新子。什么破玩意儿？新子，神经病！你发现没？宋木子每次来我们节目，他都有一套完全上下一模一样搭配的花花的这种衬衫。哪里做的？不是星星就是豹纹这种。还有这样的一个人。我知道，叫做张绍刚，对，张绍刚老师。哎，你的衣服是跟张绍刚老师坐在同一个地方做的吧？没有，他穿完我就会继续穿。但是这一套就是特意火星啊，而且他的袜子永远没有黑白，都是5颜6色。你看，哦耶！怎么了？这个袜子？这袜子怎么了？这袜子是我这个月看到最丑的哇！太丑了。既然你已经站起来了，你有没有今天的提案？那当然有。我发现真正想你的人会用一切办法来到你的身边。这个要夺冠了，应该。所以现在你们想去谁的身边？还嫌不够吵吗？心里想 ，Why tell me why？ 好了，好了。安静一点，走，搞个走心的。现在大家没有吵，是你整的这么吵。好，我搞回来，音乐。音什么乐？哦，音乐。哇，你奇奇怪怪的造型要来了。坐来了。哇，好奇怪的造型。我想踹他。你要弄死他啊！来。啊！有毛病，他有点毛病。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想你，一定会用一切办法来到你的身边。
那时距离就不是距离，无论千里万里一样可以。那时阻碍就不是阻碍，无论山里海里也可以。山里海里太难了吧？只要你在那里，一切都可以。什么玩意儿？来，蓝精灵啊！一切都可以。没有必要吧？好的，谢谢大家，我这趴结束了。通告费也太好赚了吧？莫名其妙。他就是他的表演特别像那种随时在做足底的感觉，是不是？刚才这是一个小铺垫，为什么要说刚才一个诗朗诵呢？因为现在讲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温度啊，非常热辣、非常滚烫的一个故事。哦，听来说来听听。就是真正想你的人，一切他会来到你身边，想尽办法。所以我要讲一个在东北澡堂子的故事。什么玩意儿？东北人真的很热情，那很热情，那是，又好客。但是呢，在有些地方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合适。真的吗？比如说，哦，搓澡的时候，一边搓你苏木子吧，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东北澡堂洗澡，大家都是一丝不挂的。现在也是，以后也是，就很坦诚，你进去就，啪啪啪，全部搞完以后，全部搞完全部搞完。我说今天好好放松一下啊，我就爸妈去洗了，然后开水洗啊，正在那儿洗刷刷，然后突然从后面就有一个人拍我的肩膀，这边在淋着洗刷刷，后面就为什么对，大哥搓澡吗？后来我一转过去，我一看，哎。是一个大哥戴着金链子，怎么回事？不会惹事儿了吧？我说那个，刚才买票进来了呀，没有偷进来啊，不像你这样就偷摸进来，没有。然后大哥非常狠，说，哎，干啥呢？我当时就说对呀，我说这不是显而易见吗？干啥呢？显而易见。我说那哥我洗澡呢，说那个你咋的了？是不是宋子？然后我说，我这挺吓人的，真的，我这挺吓人的。这一辈子我第一次不想当宋子，在人最脆弱的时候打招呼。对，水都忘关了，那个一边聊着一边眼睛睁开，我应该是哥。然后他说你宋子好，那个什么那个特别喜欢你哦，老弟啊，能不能跟你脱个毛？说能不能跟你合个影？等一下，我在这边搞成这个样子，他说能不能合个影？我说现在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哥，对吧？他说可能是有点不太合适，那等你洗干净的吧。然后我说得泡一下，不能白来，对吧？感受一下那浴池泡温泉一样，是吧？然后呢，我就挑了一个角落里边，对呀，那个人少，但你感觉到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你啊。就是你知道他没有走，但呢，他又假装他说他不是很在意你。就是你比如说迪哥，我跟你对视啊。哎，好，我是你是不是？啊，对，我在这泡着哈。你刚出来。哎，大哥，又。大哥在浴室里，没有必要吧？浴室里。两个人不知道在拉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很暧昧，好恐怖。对，我说算了，就躺下了。你看池子就躺了，直接就蒙过去。哎，对，就闭眼了。这边我一睁眼，你在对面了，完了。我当时想完蛋，就像这个和那个严老师这大哥对，这个距离。大哥就微笑着看着我。OK， 逮到你了洗干净了吧这回？好恐怖哦！我再一睁眼，这个位置就空掉了。哎，大哥，哇，大哥已经到他肩上了，是不是已经？我大哥啊，你怎么上来的？一睁眼，突然发现大哥不见了，我还找了一圈，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水里面好像有一个潜水艇，像一只海象一样，真的在啊！这边在咚潜过来。然后就像一个小可爱一样浮出水面，嘟，躲开我这儿！
大哥真的是潜水过来了，潜过来，他还怕打扰我，他潜水过来，他都已经打扰成这样了，还怕打扰你？哎，我想问一下，最后拍到照没有？最后合上了，在外面。对，在外面，在外面。哎，其实那个大家就说半天那个澡堂这事儿，其实就是说这句话很浪漫的啊，会用一切办法来到你身边。没错，其实身边有这样的人，你知道有那个外卖小哥就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到你家门口啊。之前我看那外卖小哥不是有那个监督他那个行程，我说你是不是走反了？他说不管去哪里，终点都是你。你看看，就是人家就有这样的，是不是啊？人家用尽一切方法让你能够开心。其实就在这个故事上，就真正想你的人会用一切办法来到你的身边。回想起来，我很惭愧，我其实今年1年都没有回家。然后去年的话，我其实是大年初1到了家，初3我就进组了，就整个1年可能在家待了，就可能就大年初2那一天的时间。哎呦喂！所以我回想起来这个故事，我跟导演组说，我说我身边，比如说爸妈他们没有待在我身边，这是真实的。所以我想讲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也不会给我打电话，打得很少，他们怕打扰我工作。就是父母会有这样，你在忙吧，我不会打扰你工作，但是他们就定时的不会，就是随时会寄好多吃的来，广西的特产螺蛳粉啊，然后还有很多什么绿豆糕啊，应季的一些什么都会寄过来，所以就是他们不在我身边，他们会用很多其他的方式，所以我借此机会，我想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我今年一定会早回家的。好嘞。然后我也希望大家也要早点回家。爱你的人有可能现在不在你的身边，但他们永远会在家里等你。早点回家，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大家回家了，好不好？好了，明天再见，拜拜。那就来都来了，来一首宋木子《想见你》，一首新歌。什么词儿来着？哎，确实是新歌，新歌，太新了，现编，这即兴的。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这是你的歌啊！穿越过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遇。想见你，想见你。喂，从不知想见你，想，从不知想见你，从不知想见你。为什么呀？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Hello， 从不知想见你。Bang。还是得有代表作，哎，不开玩笑，他在演的时候啊，彩玲姐，她全程是这样的，错愕、疑惑。你没看过吗？我但凡不穿这鞋，我起来就上厕所去，真的，我不敢穿，送你去。行，挺好，还是很感性的一个人，木子。有的时候这是角色的需要哈。谁好好唱歌，谁愿意在那搞笑了，是不是啊？对啊，刚刚他说，我们其实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很多的时间都回去见父母，对不对？他还在那边尽力的逗大家笑，这是我们的一份工作嘛，对吧？也希望每个人啊，家里人平安、健康、幸福，好吧？哎，行嘞，到了我们王冕掌声鼓励。我发现绝大部分父母无法接受孩子长大。哦，因为在我们具有自我意识之前，其实跟父母是非常亲密的，没有性别，对吧？然后也没有什么羞耻心，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甚至一起洗澡。那当你逐渐长大了之后，你就想要隐私，想要自己的空间，那这个时候父母就会有些落差。我3年级之前不需要什么自我空间，我可以跟父母用同一套餐具，用同一个碗筷杯子。等一下，家里人是一个吃完下一个是吧？爸爸说吃完了给妈妈啊，妈妈吃完这套碗筷再给你。对，还有家狗是吧？
一个碗转着吃，大家，你一口我一口，来大圆桌，大家全家人走。比如说一个杯子，我爸喝完之后说你喝一口，我就喝了那很正常。但是3年之后，我就突然发现，我就要向他确定一下这个事情，我说这个杯子你有没有用过？你开始介意了。对，我就觉得这是别人用过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我爸突然开始有落差了，就说哎这孩子怎么长大了？然后他就企图教育我，你小时候吃饭都是我嚼碎了吐给你才吃的。哎呦喂，燕窝。然后我爸有段时间他就为了报复我，他就给我挖坑，因为他发现我就是不用他用过的任何的这些杯啊、什么餐具什么的。有一次他就给我倒杯水，说这个新杯子喝吧，然后我就在那喝，我爸也没管我。喝完之后，我爸看我舔了一圈。我爸是真这么说，但他未必这么做，他就是为了恶心我嘛，就是觉得我俩这么亲，你为什么不能用我用的东西？是你亲爸还是认的义父那种？我亲生父亲。然后上了初中之后，我的自我意识又有点升级了，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要求我上厕所要锁门就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这上厕所，然后你妈进来拖地，你爸洗个脸，很正常，很正常，对不对？对。但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我就上不出来了，就因为你很难接受，你在这上厕所，你妈进来就抬个腿。没有，亲爱的，对，等一下，没有必要在上厕所里。而且家里是蹲坑还得抬腿。对啊。在家里跳出wave来了是吧？然后我就要求锁门，然后我就发现我父母又开始受伤因为我家从来没有出现过锁门那个声音，一般都只是关门咔嗒。对。但是咔嗒咔嗒的时候有2下，就开始敏感了，心碎的声音。所以我那段时间我上厕所在家里面就跟做贼一样，因为我不想上那么新嘛，我要不然等着他们睡觉了我去上要不然我要把那个2声咔嗒合并成一个声音，就是你要把着门把手，把着门锁，咔嗒。好细节。后来家里就改成了玻璃门哈，那个厕所。锁门想锁锁不住，看到你了在那儿。不是，厕所开始安监控了，直播还打赏呢。神经病。或者你还有一个办法，你就让他猜是单数还是双数，咔嗒以后咔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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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锁了没锁？也很酷。这个好聪明啊，这个好聪明，这招是好使的。但是锁了门之后，其实上的虽然有安全感啊，但是很急。因为你很害怕爸妈这时候想推门进来就又受伤，我就很在乎他们的情绪。对，就上厕所就感觉像偷厕所一样，就是。然后上了高中开始，我就开始抵触爸妈碰我的贴身的衣裤。会吗？会，但是就是你知道母亲的手很快吗？手有多快？就是还没脱起来就洗干净了。穿着洗。刚回家，妈妈，我回家了，洗完了，洗干净，现在开心对，在身上风干。那你洗澡时候穿着洗不就完了吗？你也干净了，裤衩也干净了。对，这是一种解决方式。你真干过呀？当然啊，或者是你自己换完之后直接洗掉嘛。但是母亲就会觉得，哎，怎么就是你突然就是不让妈妈洗了？怎么嫌弃我了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又要保护我妈，所以我就会准备一条单独的内裤。就是她会2、3天在家里出现一次，就专门供她洗的。什么？天哪，王冕专门准备一条，就是孝子裤，是吧？就。然后去年夏天我回家，我提了一个我觉得绝大部分中国父母不会接受的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说你进我卧室要敲门。他需要自己的空间。我家也是，我告诉你，我家所有的人都会敲门，爸爸什么都会尊重我，都会敲门进来一下，只有我家阿姨不会。疯了，天天疯了已经。然后我妈就又很难过，她就说怎么现在你就回家就还得敲门？但我就说妈，我其实挺不方便的，万一我就是没穿衣服，你进来我就很羞耻。后来我妈就开始想办法跟我对抗，她就治我，治你。对，就是她进门敲门嘛，她接受嘛，但是她会阴阳我。怎么说？就是王冕老师是这么敲门吗？王冕老师，可以进了吗？哇，刺你。对，我妈就开始阴阳我。然后有一天，我妈想到一招，我妈就敲门进来，然后聊完天就是去客厅嘛，然后我就开门去客厅找她，我妈就说：“哎，你怎么出来了？我进去敲门，你出来要敲门啊，我在客厅啊。”好有道理，对你好用啊！可以啊，我无法反驳，非常合理。
所以我跟我妈有一段时间在家里是有这种拉锯战的。其实我高中的时候也给家里说过，就进房间要敲门，总觉得就不方便嘛，就想有点自己的隐私，我还贴在家门上，进门前先敲门，没必要吧？真的，我妈真的会敲，棒棒。你说他敲没敲？他敲了。对，有道理。比原来还吓人。对，先棒棒两下的，妈，就原来直接吓一下，现在吓2下。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们是没法接受长大，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也确实需要些空间。其实它是一个像一个游戏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也没有伤害他们，他们也没有伤害我。然后通过这些沟通的过程呢，就是好像又挺有趣的这种博弈。但是妈进门真的要敲门。故事很精彩，我先给个垫子啊！来，喂，来，请坐，请坐。来。我妈妈做过一件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我能记住的尴尬，就有一次我在颁奖晚会结束了之后，然后呢一个电梯里全是艺人，然后我妈呢打电话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接她电话呀，她怎么聊都是免提的效果，因为她说话声特别大，儿子，她就冷。而且电梯本来就近，对，我就拿起来，我说，哎呦，我妈怎么了？你也挺大声，妈，我说妈怎么了？然后电梯里一堆人啊，我妈说你出差半个多月，裤衩带个没有？哎呀，请问您如何作答？我说妈妈穿王冕的，穿王冕的还行。没说让我妈洗就行。对。对，现在家里打电话可能在意的最就是有没有按时吃饭，还是去哪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不是冷，应该多穿点什么，还是这些叮嘱，对吧？是，大家都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说无论我们多努力，然后很少能受到爸爸妈妈的夸奖，会吗？会吧，会有一点点，然后你会特别努力的想让他夸你，然后他就是不夸你，但是他平时是非常爱你的，他给你洗裤衩儿。你知道他无限的爱你，但是他就不夸你。是。他前一阵我看了一个书上面写的那个感觉，我觉得特别对，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以我们期待的方式让他爱咱们，但是咱们从来没有想过，其实他在用他的方式在爱咱们。这样一个道理，我就觉得两个人即使无法理解，但是都以自个儿的方式在爱着对方，才是真正的爱。是的。谢谢各位，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要下一个话题了，咱们有请我们的欧阳弟弟。到了我们发挥的时候了，欧阳弟弟一来，我们就可以冲了。纯金这鼻环，说这个吃这个看不出谁是大吗？这故事快结束了，敲门，记得鼻孔只有一个，我就这样，我靠一个呼吸。有人疯了。好，请讲。好了。我发现，每个欧阳家只能有一个欧阳。哇，看起来像你本人了，快点。上一期呢，我讲的是《与欧阳家同行》第1季第1期公主妮妮，今天我要讲的是《与欧阳家同行》第1季第2期 Drama King。Drama King， 我爸。Why？ 其实我觉得我爸是一个非常疯狂，然后很戏精又很爱讲道理的一个人。他以前其实是一个演员，他有演过琼瑶阿姨的戏，虽然我没看过，我年纪很小。其实你也可以看回放的，你看一下会怎么样？按说应该家里头电视播的只有这些东西啊，因为家里的电视都被公主妮妮控制了，只有一个电视啊，这么。因为他每天都在跟我们演戏，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看够了。我上一期有说到，我是一个很叛逆的一个小孩。我爸爸有很多规矩，不可以打耳洞，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8+1，对吧？那当然不可以啊，大哥，干嘛打耳洞抽烟像话吗？违法了。他干嘛了，爸？我都6岁了。神经病啊！我是应该的。他从小给我们的规矩啊是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我很叛逆，所以我就第一个打破这个打耳洞的规矩，我就先打了。所以呢，妮妮和娜娜在我打完之后，他们紧接着就打了。因为可能我姐他们也一直在等我打破这个规矩，因为我是最小的，可能爸爸不会跟我们生气。哇，他们好坏哦！趁虚而入嘛。对，所以当我爸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没有说破口大骂，其实并没有，他给我们演了一场戏。
啊，就是哭了。爸爸好难，他说我知道小孩长大了，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想法，可是不过你确定爸爸是这样？你要不要好好演一下？哎，爸爸马上说 ，I'm a single daddy, I'm a single daddy。就是反正他就哭了，他就说我也没有什么，说我知道你们长大，你们有你自己的想法，不过我还是很难过，所以我也就是生气，我自己又哭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3个已经很习惯这个场面，我们就啊没事没事没事。爸爸在家哭都已经习惯了，一天几次？爸爸可能100次没有。爸爸是一个像这么脆弱的人，家里的泡面都是爸爸的眼泪造成的。哎呦，没水龙头。欧阳龙头啊！你不用理我们啊 ，I'm sorry。I'm sorry。他就是比较喜欢演，就是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有同情感，对，但其实我们没有。所以我发现我爸不止很抓马、很抽象，我没有办法预料他的下一个行为。这是发生在我姐身上，有一次妮妮做了什么事情，反正我爸就进房间念他，他有敲门啊。然后就你们家敲门高音的是？咯，又是那个环。哎，他们家养的是这个，你见过这钟表里布谷鸟吗？打出来了，有人来了，不是，对啊，就是，好，他就进去了之后呢，他说，宝贝，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然后其实我们都会被他念得有点烦了嘛。然后我姐就说，哎呀，你不要再念我了。他就说。你说我念你是不是？那我现在就唱一首念你给你听。哇！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因为已锁定你。你是说你爸爸突然间聊着聊着天就会这样吗？是的。哇，随时带着麦霸，哇！为什么？对呀，是真的，而且他不只是醒着的时候很抽象，他睡觉的时候也很抽象。他有一天跟我们说：“宝贝，你知道吗？我做梦做了一首歌。”我说：“啊，什么意思？”他说：“我跟你讲，我还录下来。”他就播了那个录音。哦，我的朋友，让我们把气氛带起来，让我们手牵着手，心连着心，迈向未来。哟。哦，迈向未来。他爸在睡觉的时候说把气氛搞起来，太吓人了，搞起来。他自己把自己怎么录音的呢？他睡着的。他就是他睡觉，他醒了，他说：“哦，这个旋律好棒，我不可以忘记。”哦，醒了以后啊，对，然后他后来就这首歌会贯穿到我们整个家庭聚会，偶尔就是会觉得气氛到了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哦，我的朋友这样唱歌。没必要吧？这么难听这个。好恐怖！我爸爸是这样，我把他打死。我的朋友。近期呢，我爸刚生日完，我爸生日的时候，他其实会请好几桌的朋友，结果就发现有一桌，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有几个朋友我认识，是跟我爸一起洗澡的。天哪，不会是宋木子吧？是吗？是我在那里。一起洗澡的朋友。我搓澡的时候不太会叫。现在帮我搓澡，交个朋友吧。而且我有病啊！要不他会说朋友们一起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喜欢无论什么时候都唱这个歌。那些叔叔上桌吃饭的时候都这样。我们吃完了，我们先走了。吃完了。好。虽然我不认识那些叔叔们呢，但那些叔叔们都很知道我是谁，跟我姐姐们是谁，所以就过来跟我们说，哎，你爸都会说啊，我的女儿们好漂亮啊，然后呢，好久都没回来看我了，好久都没跟我一起吃饭了，所以很想他们。你们家都跟开水似的。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证明说，我爸爸是一个无时无刻都非常想念我们，跟朋友聊天都不忘想我们，就算他有时候很 crazy 很 drama， 但是在这边。我觉得有他很幸福的。哇！好棒，好棒，好棒！对，开心果，爸爸是家里开心果，好玩的啊。是。说明爸爸特别爱他们，把孩子当自己的骄傲哈。我们家有类似的情况，也有这种稍微疯一点的。小雨今天穿的跟毛阿敏老师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你那个刚才金话筒呢？给他拿着，让他讲话。不用了，不用了。来一个，来一个。你就这样拿着说会很舒服的。对你拿在这里，就很像那个年代的。越看越像。你从哪里来？
没有必要了。来，你说。因为今年录节目了嘛，就是从素人到了线上，我知道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确实网上他会有人好奇你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我跟家里说好了，我说就无论什么样的声音，你就当没有看见；无论有什么好奇什么，你就不要去回应就好了，就过去了。因为名气来得快，散得也快，我很习惯这个的。哎。然后家里答应的非常好。然后有一天呢，我同学给我发了个截图，说我帮你骂了这个人。他在一些营销号的评论区，就营销号把你信息嘛回复了很多你的个人信息，你家里到底是哪里的，哪个村的，在哪里上的学，谈过几段恋爱，全都说了。这种坏，这种不好。然后我说你先等一下，我看了一下那个截图，网名踏雪寻梅我妈妈。和微信是同名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叛徒就在我家里住。一般有必要自报自己家门吗？他没有恶意的，他就是想炫耀，他假装是我邻居，说哎，我认识这个小姑娘，孝顺父母，能歌善舞，拿了很多奖，毕业就进了大厂。要不是字数有限制，我能拿那个找到工作，你信吗？然后呢，最后还假模假式的说啊，我就知道这么多。然后人家那个博主回他已经很多了。你是唐香玉的小号吧？但我知道父母都是很爱我们的嘛，他没有恶意，他就是爱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为什么呀？突然，全是这种灵针起手，吓死了！因为讲着讲着就要唱歌，完了莫名其妙，真的是。对，其实就是爱，我明白是不同类型的爱，我们理解。谢谢这位歌唱家，谢谢您，感谢这位歌唱家。好嘞，哎呀，今天我们的行程也过半了，各位特工呢稍事休息，还没有提案的特工可以再准备，期待下半场大家的表现啊 ，OK。火星特工们请注意，流感来袭，注意防护。最近流感多，我们还是赶紧回家躲一躲吧。别紧张，我刚看了东洋光药防护手册，流感防护第1条，室内环境要多开窗通风。好的，通风。第2条要勤洗手，必须洗。哎，别急，还有第3条，出门在外要记得戴口罩。好，现在就戴。不愧是守护着亿万家庭的健康专家，还真有一套啊。没错，东洋光药18年以来一直深耕流感领域，有了东洋光药助力火星，一起专业守护地球人。本节目由高活营养好奶源地球宝宝超爱喝的美素佳儿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爆梗有实力、深睡能量满格的喜临门赞助播出。专注流感18年，累计守护亿万家庭。本节目由东洋光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超丝滑的德芙赞助播出。相信大家已经调整完毕了，没错了，下半场要开始啦，我们马上继续提案，同学们，下半场的第一个提案，我们大副局长觉得谁最合适呢？那当然是我们的700有请我们的张彩亮。哎，我发现，喜欢一个人下手要趁早。在座各位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偶像？其实我特别能理解，真的，因为我以前也有特别喜欢的偶像，他是一个组合叫 Queen。哦，皇后乐队。对，我为啥喜欢他呢？就是因为我爷当年在铁岭夜市买那种盗版光碟。你爷爷看 Queen， 哇，好时尚哦，老摇滚了哇！不，他要买的是电影和2人转什么的。然后那个老板就把 Queen 的碟给他了。不是，Queen 碟是送的哇。当时我小的时候没有互联网，也没有那个太多电视节目，就是天天听他们的歌，然后我就爱上了他们，就是那个主唱弗雷迪。然后呢，我就是最大梦想，就将来离开铁岭那天，我就要去找他，嫁给他。嫁给弗雷迪。对。后来我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我就搜了一下弗雷迪在哪儿。我没有想到，他告诉你了，他在墓地。嗨，然后当时你们懂我的心情吗？就我跟我的偶像永远就是错过了。
然后这个事儿给我很大影响，甚至它改变了我以后追男生的态度。我追任何男生，我有2个原则：第一，下手要早，我的告白必须领先于所有其他人。刚生下来，我喜欢你啊。第二就是我要弄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啊，让他没有退路。对，所以我上学的时候跟你们说一个事儿，还没跟别人说过呢。真假的？我当时喜欢上一个男生，他特别帅，就是打篮球打特别帅。然后当时有一个流行的事儿，就是在校园里，你要喜欢一个人，你就喜欢给他织围脖。哦，对，我们当时也是。然后当时我们班另外一个女生也喜欢那个男生，她开始织围脖了已经，我就心生一计，我就去找我奶了。我说奶，我那个冷，你要不然给我织个围脖。我奶说没有问题，3天之内肯定出货。哇，奶奶好快，这手速。不到3天，我奶围脖就织好了，然后脖子那么长，竖着的那种，那叫脖套。那天正好我们学校有个大型篮球比赛，我的男神要打篮球，然后好多人都会去看。我就想说，要弄满城风雨，谁都得知道我喜欢他嘛。那我就在今天，他下场的时候，我把这围脖送出去就告白，然后我就往篮球场上走。然后我就好奇我奶奶的审美到底啥样，我想看一下她织的什么款式。我一打开，完了，粉的。我震惊了，我奶压根儿她就没有织围脖，织的是，她因为听我说我冷，她给我织了一条毛裤。啊！这更有用，因为奶奶觉得毛裤比围脖保暖。对，正好哎，你就等机会，她跳起来的时候跳了，套上。哇，他一下来，哇，好暖和哦，那绝对满城风雨。然后当时我有2个选择，要不然我拎着我的毛裤我就回教室，这事儿就黄了；要不然我就开拓一个告白的新赛道，就送毛裤。就是谁规定了我不能用毛裤告白，对吗？然后咱们可以情景重现一下啊。其实今天现场有一个人的气质，其实挺像我当时喜欢的那个男人。哇，谁？哎，我打一对，一看就不是我。对不起，打扰你了。哪位男士跟他气质很像？好期待啊！宋木子，不是。等一下，哇，木子，果果，这还不如我呢，这还。你是喜欢这一款的？你从小就喜欢体毛这么重的？听我把话说完。宋木子和刘维演我男神旁边这2个大 loser。然后黄子弘凡帮我演一下我男神。出力，不是，哎，来吧。你介意群演多一点吗？我们都加入好不好？大家一块儿来这个，我们在打篮球赛。对，黄子一个人过我们所有人是吧？我来扮演狼块好，来，你从那边，从那边过我们过人啊，过人。哇，好帅哦，黄子！哎，你在干嘛？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哎，围脖，想要围脖，看呢。我喜欢看你打篮球，我也喜欢你。哇，黄子，好羡慕你哦！哎，这个尺寸我都穿不上，这个围脖挺酷啊。这是现在围脖的新款式。哇，你就是我心中的酷盖。哇，真太酷了，这个天哪，酷盖，谢谢就完了，你答应人家呀！答应他。我一定保暖。其实现场他就是刚才那样，就是我男神就是谢谢，然后他就跑了。走不了。对，这场告白就是这么结束的。那我们先退下了啊，先退下吧，退吧。行，好。大
家都在传这个毛裤的事儿。后来谁送过他围脖，谁送过他什么千纸鹤，就是没有什么讨论度，就好像是就买热搜都买不上去那种的。但是我就是霸占热搜总榜第一，就是断层式第一，这后边还带个爆那种感觉，就是一直在讨论这个事儿。我要是不早告白，我也不知道他不喜欢我，对吧？我早告白了，他知道他不喜欢我，然后我就追下一个人，反正我哪也没啥事儿，让他知呗，对吧？反正就是大家遇到喜欢的人，一定要尽早下手，也希望大家都能得到自己喜欢的人的反馈。哎呀，哇，超棒，厉害！是的，不容易。谢谢。其实因为我其实因为小的时候就本来就很爱追星，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学校都流行的是摇滚，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摇滚，就我可能 Queen 也不会让我觉得这个歌有多好听，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乐队叫花儿乐队，哇，这是真的。然后我当时觉得第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花儿乐队的《花》。而且后来那个学校办晚会，我当时表演的就是花，弹完了之后就是大家就给我报以热烈的掌声，就是那种可以，有思想的小朋友啊，厉害啊！真的，我当时觉得弹吉他好帅，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突然就有同学说，哇，这歌太好听了，不会是你写的吧？你承认了。你承认了，因为我当时在一个很聚光的那种感觉下，我觉得大家都很敬重我，我那一刻我就说，是的。他这个不是偷感，你这是真偷。抓到了，蔡少伟抓到了，多年的谜。不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啊。可是大家台下肯定会有人知道这个事情。没有，真的没有，因为那时候消息很闭塞。这个整个故事就是说明了当时我有多不红，就是这么讲。不是哥，那时候你才出第一张，明白。第一张，我是捕捉很早的那个。99年吧，对，99年，上个世纪的事了啊。从那一刻，我说实话，我就冲昏了头脑，我把第一张专辑每一首歌都练了一遍，全学会了，学了一遍。在课堂上，我就开始写歌词，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说，哎，我突然又想到了一首歌，我觉得《静止》这个名字挺好的。我是真实的，整张专辑给人弄走，整张专辑都给人弄走了，都是你写的。到现在，可能同学听到花儿乐队的歌都会想说，他抄袭你刘维。那个整个城市没有上过榜，对吧？没有那个年代嘛。我明白。而且我后来出道做了歌手，我跟老薛一起参加《我行我秀》，老薛应该知道，我在《我行我秀》唱过那个范晓萱的，唱过徐怀钰的，但是决赛助我夺冠的是大老师的《洗刷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喜欢对一个人，也会让你的人生有不一样的变化。虽然说你小的时候是拿他的那个曲子去骗别人，也许是小朋友不懂事，但是他却让我学会了人生当中第一首吉他曲，也是我长到38岁唯一的一首我会弹的吉他曲。所以今天我从来没有在别的舞台上弹过吉他，但是我今天我真的想弹一次，因为大老师在咱们重现当时好不好？重现当时。看着你飘动着迷人的身体，透出了像花儿一般的美丽。你有美丽的脸，可根已经枯萎。我想要的泉水在心中粉碎，看着你会想起了我的过去。大老师好帅！无意中发出了低声的叹息，没有雨，天空依然很优劣。但愿明天不会再这样积雪。
的泉水在心中粉碎。谢谢。正好，是，因为刘伟本身那个确实在整个这个演艺行业之中特别努力，然后每次他特别努力的时候，我都想起来，哦，我的光环原来这么好，谢谢你啊！当然，好的偶像铸就好的艺人。我跟薛老师肯定都有这种感觉，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咱们自个儿写完歌之后，别的演艺行业的朋友们，他来跟你说，他是因为听你的歌而开始愿意写歌，愿意开始做音乐。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棒，因为以前老觉得自个儿是个顶梁柱嘛，是个柱子，但是真正做时间长了，感觉自个儿应该是个桥梁。如果别人通过你变成更好的自己，那就是更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刘维，谢谢你啊！哎呀，老师。谁有垫？那我得给垫子，来，来，这样。对，哎呀，我这个垫儿给彩铃，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提案，我就给到你了，好不好？来，给你。我最近正好看三毛的书嘛，《撒哈拉的故事》，其实以前看过，这次再回看，三毛就说，哇，原来人总要在别人认可你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多高的价值。当我们在网络世界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些漫画、小众的一些书，你只是单纯的喜爱，你没有去表达你的喜欢的时候，它在某一天真的会突然消失了，因为那个作者以为没有人在看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要大胆地表达你们的喜爱，表达你们的爱，你们会得到非常正向的反馈，就是他会觉得他做的东西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所以大家喜欢谁就搜他的名字，给他留言，好不好？好嘞，那么今天最快乐的时候就要到了，因为我们要有请到我们非常清爽的这位脱口秀，叫做我们的嘉浩。我发现，我觉得大部分工资就应该日结。日结，因为我在今年另一档喜剧节目聊了一个职场的提案，我说我的工资只有1500，应该用工资来称呼每个人，叫我1500就可以了。我的领导叫56000。哇，你领导这么多钱一个月，56000哎！括弧税后啊。大概等一下，税后56000很高啊。但当时真实情况是我拿着1500的工资，我们还要扣5险1金。扣完以后，直接把我从4位数差点扣到3位数。但是大家理解那种感觉吗？虽然钱很少，但我专门还花了2块钱订了一个银行的短信通知到账。我要第一时间知道所有的钱是怎么进来的，所有的钱怎么出去的啊！哇哦！每次到月底那个工资短信，叮咚，叮咚，你的心情是很开心的啊。所以我在想，每个月能不能这个短信多响几次？比方说1个月响30次。后来我就想，30次不就是日结吗？我就在想，工资可不可以日结？至少可以解决大部分不敢辞职的问题。你想，今天你跟领导发生了冲突啊，日结的啊，我当天辞职。但是现在只要到了下半年，你不敢辞职了，你再盼着年终奖，年终奖再套着你，你不敢辞职的。我为啥这么大情绪？我们以前那个领导太恶心了，他会骂我们，而且他会把你叫到他办公室去，一边骂你一边脱衣服。哇！天哪，好恐怖！说的是陈露吗？不是，没有，就领导他习惯，他就显得他很威武，他脱了外套来骂你。对。但是很容易让别人有误会啊。所以我一般都站在门口让他骂啊。哇塞！而且这个人他骂人，他会那种起手式，他骂你就，他会吐痰，而且往窗外吐就习惯不太好啊。对。因为有一次他明明骂我，骂得很脏的时候吐了一口痰，外面就有人开始骂他了啊。然后他就会走到那个窗口跟那个人对骂，一边骂一边脱衣服一边吐痰。当时我就在想，如果工资能够日结的话，那我完全不用忍受这个样子的领导。而且最过分的他一个习惯是什么？他会像高中班主任一样扒我们办公室的窗户。你们就想恶不恶心？他来监督你有没有认真工作。
我们有那种板房的办公室，我们会在里面办公，领导会在2楼就悄悄地扒过来，悄悄扒过来。2楼来的？对，他会扒过来看你。哎，但我们也有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因为我们那个板房是他踩一脚就会响，嘎哒嘎哒嘎哒。对，所以我们每次就根据他响的那个程度，看我们领导有没有过来啊，知道他的位置。他一过来就开窗户哈，踢下去，然后你蹲在窗户底下，嘿，吓他一下。领导说：“哦呦。”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日结的话，大家不用考虑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不用考虑年终奖，你不开心就直接换个新工作。当然，现在啊，好工作也比较难找啊，哪里有像火星情报局这么好的工作环境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自己舒适的工作环境，开开心心的上班，挣了钱，开开心心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觉得他这个提案还是不错的。日结其实这老板他得人多好哈，最好是1个小时结，对不对？1个小时结，这不小时工嘛，就是一点结。哎，对啊，按分钟结，按秒结。对哦，就是说一句话给人钱。那么下一位会是谁呢？就是我们此刻最高学历了不起的唐湘源。我发现，哎呦，哇哦！我发现地球人有高学历包袱。此话怎讲？因为我做了一下调研哈，咱们这一期或者这一季是学历最高的一期，就是今天这一期是学历最高的一期，就是保守来说是这样子的。因为首先我们彩玲姐是高学历的，然后呢浩哥高学历的，我呢就更是了，我们村第1位女硕士，大家都知道这个的啊。很厉害。然后呢，我突然发现，哎，这个东西它除了是我的一个光环以外，它也是我的一个包袱。哎，为什么呢？我考研的那个暑假不是办升学宴嘛，特别开心。我爸妈还写了稿子去发言，什么老师们、同学们什么的。然后突然有个亲戚把他小孩一下就拍过来了，说你帮我儿子辅导一下。高中数学，那谁会高中数学？我不可能会高中数学的。我是硕士，我怎么会高中数学呢？哇，有道理，硕士嘛。但是已经给架上去了，你怎么办呢？我爸妈还在那儿，老师们、同学们，我说我不会高中数学，不可能呀。然后就说行，然后我就去他们家给他补习。遇到不会的，那怎么办呢？去洗手间拍照搜题嘛。不是高学历，高科技啊，高科技是。对。一天下来去10几趟洗手间，然后呢，孩子都说了，说姐，你要是实在是身体不舒服，咱今天可以就到这儿了。我那天跟黑灯大家真知道，我的好朋友黑灯啊，香瓜灯吧，我们一起坐飞机去一个城市演出，3个人的座位，我在这儿，他在这儿，他旁边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老外。然后呢，空乘过来问你想喝点什么啊？然后老外就指了一下苹果汁，但是空乘没看见，黑灯也没有看见啊。你看，我看见了。那时候我这时候义不容辞，我要挺身而出，我就跟空乘说，我说，他要那个批泡 juice， 人汁儿啊。我说完之后，我们3个当即愣在原地啊，应该是4个人，因为老外也听懂了。I don't want drink this 。他说 what 啊，很丢脸嘛，很丢脸。然后我想，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演完出了非常好。然后到了晚上，就大家吃完宵夜就散步嘛。我就想，我再把我面子找回来吧，也很舒服。大家，我就说，哎，走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啊，突然有一种很 feel 的感觉。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哎，倍儿爽！谢谢，爽！哎，好了啊，天哪！啊！给你数个啥词儿 ？feel 就是爽，这个就过去了啊。feel 是感觉吧？哦。feel 为什么会是爽啊？哦，香芋想说 free。你懂的，你懂就是 free。我说就是 free。最后我发现，其实我不是有高学历包袱，单纯的就是跟黑灯过不去，要胜他一筹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咱们不要一味的追求学历了，其实会活得很累，对不对？活在别人眼光里边，我们最重要的注重能力，把你所学用在你的生活中，把它用好就好了。就比如说我现在说 people juice， 所有人都知道是 apple juice， 对不对 ？Yes。今天我们趁着大家都在，我们测测大家的英文水准怎么样？我们用英文来比划猜，就是给到那个中文的词，你只能用英文描述，对面的人来猜。这样吧，我先玩一下好不好？我英文现在有进步，我来描述，黄子来猜。好，我猜。好。哎，你坐那儿别看大屏幕啊。这样吧。行。那个。这个英文我都不会讲。Okay, listen to me. Forwards. 7, not your true father. Not your 7, not your true father. 义父。Forwards. 你说 one father 不就完了吗 ？No. 7 father. One father. 7个义父。过的。Next. 哇，这个。第一个词很难形容哦。Stray cats. 不是 the second word 啊 ，ear 啊，耳朵。Yes. 人。Oh, I know. Ear. If your ear is so dirty. 采耳。Damn. If you are so dirty, you use what? Use what? 不见啊，要助听器啊。dirty. 这耳朵太脏了，能不能先治一下？先稍微治一下，再上助听器。掏耳棒，掏耳勺，挖耳勺。行了。可以，请坐吧。Sit down, please. 哇，太难了。也是莫名其妙玩了这个游戏啊。要玩吗？ 想玩吗？你猜我们俩跟你说。Ready, go. 这也太长了吧！这个 ten words. My cancer name for my cancer. For your cancer. Sky. OK. 天外来物。OK. And how this looking good? How this looking good? 这个你怎么这么好看 ？Yes. Together. 天外来物你怎么这么好看 ？No you. 天外来物怎么这么好看 ？Yes. Go on. Orange juice. 橘汁儿、橙汁儿。No. Just fruit juice. Fruit 就是果汁儿。哎，听力很好哦。啊。Half actor. Half 切果子。Half actor. Half 果汁半。Share to the actor. Half. 爱。眼睛。对啊，爱 towards. Wrong. I wrong. 演员。Yes. 没开的，他开的。他给了what？他给了。他给了你个头啊 ！Juicy give I wrong. I circle one half. 果汁一半给演员。顺序调一下。演员一半是果汁。不是。有病啊！为什么演员一半是流体啊？倒过来。果汁分一半给演员。Little bit wrong. Last 2 words. Change the plate. 果汁演员分。倒过来。果汁分演员给果汁。傻子，果汁分演员给果汁。Damn！ 说好了，这么多英文烂的人，为什么最后只有我？但是
但我的英文出国够用了，真的。只要你勇敢的表达，对方一定能听明白。哎，就是不要有任何包袱，高学历、低学历，大胆表达，不要有包袱，对吧？对啊，就是说文化得有文还得化，对不对啊？好了。天然好营养，源自荷兰自家牧场，美素佳儿原月补充来顺毛母乳低聚糖，更好消化吸收，强健肚肚内环境。美素佳儿原月。那么下面一位提案的是我们的程璐老师来了。领导发言，领导发言。我发现，哎呀，我发现地球上已经没有不卷的地方了。我先讲一下我的一个故事吧啊，就是我有个朋友是做东南亚留学的，因为泰国有一些很厉害的佛学院哦，送他们到庙里去留学啊，对，然后要获得更高的学历，真正的留学生啊，有点留学生啊，幽默了啊，留学生呢。然后我就很有幸，在他的引荐之下，去见了一个庙里的方丈。去了之后，哇，那个大师特别的热情，他就说哇，太好了。我很喜欢看脱口秀啊，他说平时我生活压力太大了。方丈压力大，因为方丈他要考博，大家要卷学历，所以寺庙里现在也非常非常的卷啊。第二个点，我想讲的是迪士尼的压力。迪士尼有压力啊？迪士尼卷吗？因为去迪士尼的朋友们，大家都去过迪士尼吗？去迪士尼的朋友，大家去过迪士尼吗？这句话，有谁去了假迪士尼是吧？迪士尼，因为去迪士尼的朋友，我发现很多人都要玩完所有的项目，我对吧？然后搞得自己非常压力非常的大，而且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小孩在那里哭，就是他妈妈一定要他玩某个项目，他就不想玩，他说妈妈，我不觉得这个不好玩，我就不玩。他妈说你没有玩过，你以后会后悔的，不要逼我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扇你。然后哇，小孩最后就被逼去玩了很多这样的项目，而且迪士尼排队大家知道是很严重的，对吧？很多人哇排队，然后大家可能也在网上听过这样的黄牛的故事啊，我是真的遇到过啊。迪士尼排队的黄牛啊，他会跟你说，你出100块钱，我可以给你快速通票，让你不用排队直接过去。哦，你出200块的话，他可以替你玩。是的，你就给他100块，他也不给你通票。他把你拉到队伍最前面，说你就站这里，是那种很明显的吗？让开！哎，真的吗？哎，高铁站现在就是那个，外面收60块钱，你以为你走快速通道，他带着你插队哦。插队还这样，对，然后呢？然后挨骂怎么办？挨骂怎么办？他就说挨骂的话骂我，啊，那100块就是挨骂的钱。天呀！杜绝不行，这样不行。我就觉得迪士尼其实大家就开心快乐的玩一会儿就好了，千万不要在里面着急火燎的去什么。所以我每次去迪士尼都是下午去。下午啊，就快要关门的时候你进去帮忙关门，是不是？完全都不行。走吧你们。是领导视察迪士尼了。讲了这么多呢，我发现其实是脱口秀这个行业变得越来越卷了。今年2档节目，观众1周要看5个小时才能看完。脱口秀的编剧们也很卷，大家卷啥呢？就是卷谁睡得晚。他们最会的就是装睡，结果到了凌晨1点，群里就弹出一篇新的稿子。所以啊，我觉得脱口秀的编剧还是不懂套路，就应该想办法让对方早点睡，给他们换上喜临门床垫。人家主打深度好睡眠，让他们都睡得安稳。睡好了再安安稳稳的改稿，那才是如有神助，喜感更是信手拈来。推荐喜剧人都来张喜临门吧，毕竟咱们都姓喜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用做什么6边形的战士，少卷一点，然后让生活平静一点。所以大家好好的，不要卷。是的。要刚刚说到迪士尼真的服务也非常卷，他善于观察一切。我那个外甥啊，带去迪士尼玩，然后呢，我那次穿了一个那种船袜，哇，去了以后特别打脚。迪士尼外面那个电梯刚上电梯，脚都要打烂了。还没进迪士尼，我一想到我那一天的战斗，不可能。我说我进去就要买一双袜子，就去买迪士尼的袜子。贵倒是没关系，我还怕贵吗？
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哎呦，马上就写蕊泡。马上写蕊泡。没有没有，就没办法，你必须得买嘛。只有那些艾莎呀什么的，我说哦，那买个我艾莎，我真的不想穿个艾莎，我又是个短裤，2条艾莎的腿。你跟艾莎好不搭哦。哎，史瑞克那驴。这个来。那确实不行，当时是夏天嘛，我说哎，蜘蛛侠，我就买个蜘蛛侠也行嘛，反正男孩子穿个蜘蛛侠这样就去玩去了。结果那天运气特别好，刚玩完一个项目出来以后，蜘蛛侠正好刚上班。然后我外甥就特别喜欢蜘蛛侠，我就抱着我外甥开始跑追那个蜘蛛侠，哎，刚跑2步，蜘蛛侠就停下来了。我外甥也特别喜欢蜘蛛侠，特别喜欢，然后呢就合影，合得特别高兴。然后他们就善于观察，一看到我那2条腿，蜘蛛侠的袜子哈，合完以后我说谢谢，我就要走。工作人员说，哎，先生不好意思，你不合吗？一看就是蜘蛛侠的粉丝。我完全忘了我自己穿的蜘蛛侠的袜子，因为我对蜘蛛侠就还好啊，整个人就还好。不是，这只是我平时穿的丝袜。这个。然后我说那个，啊不用，谢，拜拜。那一刻我看到蜘蛛侠从蜘蛛变成人了，他本来这样，骂人了开始。这是真假还是猩猩啊？不是，人家觉得很疑惑，你神经病啊，穿个蜘蛛侠的那个袜子不来跟我合影。但人家就特别善于观察，我觉得就服务非常到位。虽然确实我们有些时候客人确实有很多毛病哈，还是谢谢各位的服务啦。我们火星情报局要说卷王，哒，干嘛？哦，我哪有卷王？他就是每次要开会之前，就希望大家都了解一下，对一对，生怕这一期没有梗什么，他就很在意这件事情，卷来卷去，卷到我们身上了都是。每天晚上去他房间干嘛去？没有每天吧，就是来录节目的头一天。对，确实是因为我们每回都要去过。徐老师，你看，就是80年的梗。现在想还行吗？梗已经过时了啊！为什么这么卷？没有，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毕竟火星情报局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我卷不是说为了我自己，首先是为了观众，希望大家观众过来看，哎，不要觉得我们节目怎么好失望啊，对吧？好难看啊，这种东西的，我们也可以摆烂，对不对？乱讲，随便讲，但什么？做任何事情以前呢，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就是认真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呢，你对一件事情很真诚的时候，他会给你回馈的，对吧？但是我也想讲一个，就是说，大家就是老觉得这个1分耕耘1分收获嘛，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酿成了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老想着，如果做不好就会很痛苦。对，其实像薛老师，然后杨迪，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应该是更变成是1分耕耘1分快乐，就是你在你在做事的时候就已经很快乐，享受这个过程，就会有更好的结果。是的，是吧？希望各位1分耕耘1分快乐。各位，好嘞。好了，同学们，今天的提案已经全部结束啦。OK， 现在就是我们投票时刻，你可以投给你认为提案对我们地球人最有意义、最有梗、最有共鸣的。记住了，每个人只能投给1位特工。大家看好他们的数字，现在开始。大家好好思考思考。投票通道关闭。好，那谢谢各位。那么我们的投票结束啊。那来吧，大副局长，开。今天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结果。来，藏着点。我也想去看一眼，我也想瞅一眼。各位来，因为我今天很想知道。怎么样？哇！差这么小，第1名跟第2名差2，就差2票，2票之差。Oh my god！哎，您猜怎么着？阎鹤祥第一次来，哎，他没有进前5。掉字儿。下次努力，听您骑机车的故事，好吧？来。哦，这个真的是。为啥呀？我看到这个名字，我感觉就是想凭什么？好。那么第1名跟第2名已经说出来了，然后就是谁说出来了？我说马上就要说出来了，马上就要说出来了。那你说呗，说出来他们差2个。
第1名跟第2名，他们2个人的名字是黄子弘凡跟宋木子。他们2个谁更胜二筹呢？更胜二筹是谁？是谁？有，没有错，就是宋木子。变变变变！代表我们王牌特工的火星徽章给予你，谢谢，谢谢你对我们火星做出的贡献。再来一首歌曲。哎，不用，我只听说过。没有，真的很高兴，很高兴。录晕了，真的很高兴回到中国，高兴，很开心了，再次回到火星啊！希望以后能常回来，一直在火星玩下去。太好了，也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恭喜宋木子啦！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届第4次会议圆满结束。下期见。你不止1次来火星了，这次有做好准备吗？时刻准备着。假期你要面对的是最强厂牌 rapper、厂牌综艺老炮，他们的嘴一个比一个快，你觉得你能赢吗？快！我一定有全场爆款提案，慢工出细活才是精品。这是火星和美素佳儿的核心秘密，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个优秀的提案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观众的认可和用户的喜爱。就像高活营养好奶源的美素佳儿，他们的牛吃的是生长28天的天然黑麦草，每天享受自然鲜草放牧6小时，这样的牛才能产出蕴含更高天然活性乳汁因子群、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的好奶。而我每天要准备28个提案，每天练习6小时，只为了给火星带来最快乐、最震撼的舞台。牛，好牛啊！通过。谢谢，实至名归。火星厂牌大战呢正式开始了。10年胳膊，20年腿，30年练1张嘴，他们是 MC 天团。我们那时候就跟贝克汉姆同台，多少人就是很梦寐以求的事情。此时此刻传来了，就说他要求。哇，这是一个爆料吗？是，大概10几年前刘德华参加的一次，就非常非常难。你知道那种有一种梦魇吗？就是噩梦。何老师说，原来我们都是老何计划当中的一份子。3、2、1，走！每一下都像踢着钢板一样。我刚才恍然看，感觉有罗永浩在跳车舞，就是想象中是哪种感觉？本来几乎和王嘉尔差不多。你应该真的是皇族。害怕了。不行了，这种我也会，我忍不住了。音乐准备。音乐准备。我是如何跟李川老师相遇的？那天呢，刚好是冬天，外面正好在下雨，突然开口说：“那我们把这一天就叫做周冬雨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头昏，就开始去体检。医生他说：“你们是年轻人啊，这个动作会不会？来，跟我做这个动作。”他有让你动吗？这样动。前排我赶石头昏先拍不定啊。他说从来没有人说做这个动作就做这个动作，他居然做了，这个人智商有问题。马上开始，我是喜庆的管小月，希望大家新年挣大钱。一看就是老牛逼的人，太棒了呀 ，bro！ 易老师说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张艺兴，你现在有代表作了吗？哎呀！闭嘴！对不起，打扰你了。你应该说好多对不起了，你一直在打断我。哦，你哦什么？好像你知道似的。我哦都不行啊！我们就通过这个垫子给它位置越来越高。太棒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取代你们的位置呢？你们的位置是最高的。哇！易立新老师，来，直接做，真来啊！
觉得我站在这儿更合适。是。引力镜。我其实就是特别容易碎的人，因为 Troublemaker 的版权实在是太贵了，咱们就点到为止哈。除非是易立竞金姐特想跳，我愿意。易立竞姐要是在我们这节目跳 Troublemaker 爆了，毅力爆哇！等会儿。电视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本节目酷喵 TV 同步播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火星情报局，参与话题互动 ，get 更多精彩内容。既然你们是的，你们这么想听，我就为大家演唱一下还没有发行的这首新歌《轻轻碰看南浓》。天哪！被你发现，天外来物，盼你船长在个雨天全副武装，冲发火星，今晚就要来接你。feel 这个 feel 被发现倍儿爽，调好腰间对讲，舞台灯光特工备场，看清局长手中的锤，灵感爆发就会快乐被你发现，被他发现迎面走来6位。喂，欧皇的运气是百发百中，嘿嘿嘿嘿嘿，教主和彩铃在左右开弓，送，发现烦恼就该佩戴送，冲，火系特工气氛被带动。问的兄弟，背后被发现各自的对指点，冲向索马里，带着憔悴欲，发现一场新冒险。每个发现像是盲盒，不能气势磅礴，烦恼随着长扬起散发着光。在汤香雨也听往面谈语气，我发现大家熟悉的面孔回到火星去。我发现江湖上的新人辈出提案有金句，我发现长牌间的对决精彩与你相遇。我发现。手中握着锤子阳地造梗随行Are you Mars? What's up? It's season 7， 动刀生意要够翻过了高山也越过了沟壑，总会有收获，干了搜我，漆黑的夜欢乐是一团篝火，要保持住幽默，把生活给兜了，我想要的快乐肯定都有我，如果你懂我，快抓紧就做，你想要的快乐来回去搜索。火星归来，状态拉满，特工集结，厂牌大战 ，Everybody ready for the show。来我就代表脱口秀，非给他们搅黄了不行。我要去火星，我肯定比这些人真的先去火星。副局长下届我就是副局长了。那大林子知道你要跟教主搭档这事儿吗？一会儿他又去。就是动，做动症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又是谐音梗，对吧？全还原了，全部。我巨开心，因为我是。